一雙手套走天涯，40飞失业没人搭，撲掉梅西任意球，轉身牽進豪門家，說的就是今天的主角。7月3號，世界杯32強淘汰賽，阿根廷對佛得角，中場哨響，梅西沒先去找隊友，先朝对面那個40歲的門将走過去，抱住了他。這場球，這門將一個人撲了8次射門，梅西2腳任意球全讓他按了出去。賽後他開口管梅西要球衣，梅西答應了，在球員通道親手給的。可就在被梅西抱着的那一刻，這個門將兜裡連一份工作合同都沒有。40歲失業，踢完了人生頭一屆世界杯，4場球18次撲救，社交賬號從5萬粉漲到2900萬。他叫沃奇尼亞，佛得角的门将。這一個月多少人搜過同一個問題，這人後來去哪兒了？7月24號，智利豪门科洛官宣簽下他，合同也簽了，可到現在人還沒落地，原定28號飛，手續沒办利索，改到30號馬德里那趟航班他沒登機。你說巧不巧？上个月是他媽为了看他踢球卡在簽證上，這個月輪到他自己為了去上班卡在手續上。那這位爺到底什麼來路？怎麼就混到失業了？咱從頭嘮。沃奇尼亞是綽號，他本名叫洛西馬爾迪亞斯。1986年6月生在佛得角的港口城市明德盧。佛得角西非海上的一個島國，全國人口50來萬，比咱們一個縣城多不了多少。今年頭一回打進世界杯，這個小國怎麼一路殺進來的？我之前單獨講過一整期，鏈接擱描述欄了，今天不重講。先說綽號，沃奇尼亞在葡萄牙語裡是小奶奶的意思，一個大老爺們門將叫小奶奶，這名有來歷。小時候在街上踢球，一受傷他就往祖父母家跑找奶奶，小伙伴笑話他，就這麼叫開了。這綽號他背了一輩子也沒改，因為他確實是爺爺奶奶帶大的。那幾年父親在部隊服役，母親在外頭做工，管他吃喝的就是二老。他此前受訪說過，爺爺奶奶前幾年都走了，他們對我意味着一切。再說球場上的分量，他2012年進佛得角國家隊攒了94場，非洲杯打了4屆，最好成績進過8強。你可以這麼理解，這個50來萬人的小國，過去10幾年球門基本就是他一個人在守。那這麼一號功勳門神，40歲怎麼把自己混失業了？看他的履歷你就明白了，他這職業生涯就是一張流浪地圖，從佛得角本國的小球隊起步，26歲去了安哥拉，踢了3個賽季51場，接着飛到東歐的摩爾多瓦26場，然後是葡萄牙一家小俱樂部28場，再到塞浦路斯一待5年，踢了116場，那是他落腳最久的地方。又去斯洛伐克踢了2年34場，最後一站回到葡萄牙一家叫沙維斯的球队，7戰5個國家，全是歐洲2、3線聯賽，豪門的門都沒摸過。沙維斯打的是葡萄牙第2級別聯賽，行裡叫普乙。今年6月1號，他跟沙維斯的合同到期，球隊沒續，這事兒擺在桌面上說，一點不冤。40歲的門將在普乙踢球，合同到期沒人接手，搁哪個聯賽都正常，俱樂部又不做慈善。誰跟一個40歲的簽長約啊？所以他是以自由身去踢的世界杯。自由身是行話，大白話就是沒有雇主，誰都不欠誰。明天想簽誰簽誰，前提是得有人要。世界杯期間，記者問他，他自己說的特別實在：我和沙維斯的合同結束了，目前我還什麼都沒有，我什麼都接受，看看會有什麼機會。一個馬上要去跟西班牙、阿根廷掰手腕的主力門將。賽前採訪聊的是找工作。你就說這事兒魔幻不魔幻？順嘴說個數，轉會市場給他的身價評估大概5萬歐元，什麼概念？他對面站的那些人，西班牙的、阿根廷的，隨便拎一個出來，身價都得拿億當單位。5萬塊的門將守着球門，等一群身價上億的往這踹，這買賣怎麼看都不公平。可球是圓的。再看世界杯那2天，他幹了什麼？小組賽第1場對西班牙，上屆歐洲杯冠軍，這屆的奪冠大熱門，賽前沒人覺得佛得角能全身而退。結果90分鐘踢完0-0，沃奇尼亞一個人做出7次撲救，全場最佳直接給了他。那天他40歲零12天，世界杯歷史上首秀就零封對手的門將裡，他是年紀最大的一個。第2場對烏拉圭2-2，佛得角進了隊史世界杯的頭一個球，他這邊丟了2個，也是整個小組賽他丟的僅有的2個球。第3場對沙特0-0，他又撲了3次，3場不敗，佛得角小組出線，隊史頭一遭。然後就是淘汰賽，撞上衛冕冠軍阿根廷。那場球踢到加時2-3，佛得角輸了，世界杯之旅到站。可沃奇尼亞從頭撲到第120分鐘，一個人撲了8次，梅西2腳任意球，眼瞅着要進的那種，全被他摁了出去。4場球下來，一共18次撲救，平均一場4、5個。中場哨一響，就有了開頭那一幕。按他本人後來對媒體的轉述，梅西抱着他說：“你很偉大，你的人民應該為你驕傲。”注意啊，
這話是他轉述的，梅西自己沒對外說過。但擁抱和送球衣，全世界的鏡頭都拍着呢，做不了假。世界杯一打完，国际足联搞球迷投票，评這一届的最佳陣容，门将位置39.6%的票投給了他。他也是整套阵容裡唯一的非洲球员。一个投票的时候還沒工作的門將站進了這屆世界杯的最佳陣，就問你服不服？多說一句，免得混。官方評的金手套獎給的是西班牙門將，他這個是全球球迷一票一票投出來的。哪個更有分量？你自己品。流量那頭更嚇人，開賽前他社交賬號粉絲不到5萬，就是個普通老將的量。零封西班牙之後1400萬，現在2900多萬，一個月漲了將近600倍。多少球星踢一輩子都攢不出這個數。7月5號，球隊回國，首都普拉亞幾萬人擠爆機場，全隊坐敞篷車遊街，一路遊到海灘。那天還正趕上佛得角的獨立日，可慶典一散，他的身份還是那個自由身，沒合同。對了，還有件事，當時刷了屏，我一句話帶過去。他媽媽59歲，在老家做保潔，本來被高額的簽證保證金卡住，赴美簽證下不來。這事兒傳開以後，網友眾籌超了額，各方特事特辦。老太太6月19號飛到邁阿密，21號坐在包廂裡看了對烏拉圭那場，轉播鏡頭一次次給他，你就記住一個畫面，他撲出去的每個球，看台上有他媽看着。這兒插一句，覺得老馬講的還算明白，順手點個訂閱。咱接着聊正事兒，最要緊的問題來了，風頭出完了，工作呢？時間線一天一天捋。7月24號，智利的科洛俱樂部官方發文，就一句：我們在紀念碑球場等你，官宣簽人。第二天，7月25號，俱樂部主席莫薩對着媒體把話說死，他會來智利做體檢，然後在紀念碑球場正式亮相。智利媒體說，合同就是那個周末簽掉的。按計劃，7月28號那個周二，他就該飛抵智利首都聖地亞哥，下飛機直接體檢，結果沒走成，入境和工作許可的手續沒辦利索，改期到30號。主席莫薩連時間都對媒體說出來了。周四早上從馬德里起飛，晚上8點多落地。科洛球迷在網上互相招呼，約好了成群結隊去機場接人，說的挺豪邁，讓這位新門將看看智利是什麼陣仗。結果到了登機口，航空公司確認這位乘客沒上飛機，到現在人還在歐洲，新的行程俱樂部也沒公布。智利那邊的氣氛從盼着接機變成了心裡打鼓，媒體標題一水的不確定。接近他的人倒是對西班牙媒體放了話，純粹是手續問題，加盟這事兒不動搖。所以他眼下的狀態說白了就是合同簽了，工作有了，人還堵在辦手續這一關。合同簽多長啊？外頭傳了2個數，1年半和半年。後來智利媒體把結構說清楚了，這倆其實是一回事，先簽到今年賽季結束，也就是半年上下，後面附一個續約條款，踢得好續到2027年年底，全打碼正好1年半。按智利拉特塞拉的算法，真要走完全程，俱樂部這筆投入超過50萬美元，但走到1/3的時候就能踩剎車。說人話就是先給半年試用期，行就留下，不行就好聚好散。這些都是媒體口徑。俱樂部官方一個條款沒公布，聽個大概。錢呢？據智利艾莫爾報道，月薪大概25000美元。他在普乙那會兒，一個月掙1萬美元上下，也就是說40歲這年，他拿到了職業生涯最大的一次漲薪，工資翻倍還拐個彎。提醒一句，這數就艾莫爾一家報的，俱樂部沒確認，得聽個大概齊。你可能要問，邁阿密不香嗎？跟梅西、蘇亞雷斯當隊友，流量拉滿。確實，邁阿密國際有過意向。好幾家媒體都報了，轉會記者羅馬諾還說，巴西、墨西哥、阿根廷、巴拉圭好幾家俱樂部都問詢過他的團隊。他自己6月受訪的時候還念叨過巴西，說要是能去巴西踢球，那會兒很好，還想找機會當面謝謝巴西球迷。可最後落地的是智利，差別在哪兒？科洛給的是一份現在就能上場踢球的合同，球隊正衝着冠軍去，門將位置是真缺人，請他來是真要用的。智利媒體後來還報了個細節。主席莫薩是親自開了一場視頻會議，把這位門將說動的。至於他自己怎麼想的，到現在一個字兒沒說過，沒接受採訪，社交賬號上關於新東家的事兒一個字沒提。官宣之後，他就發過2條，一條幫國家隊的小兄弟拉票，讓大家給隊友那腳進球投世界杯最佳進球；另一條曬了世界杯期間跟羅納爾多、卡福、羅伯特卡洛斯這些老前輩的合影。智利球迷早就把評論區占領了，一水的歡迎來到最偉大的球隊，他一句沒回。所以這期裡你聽不到他任何加盟感言，他還沒說，咱也絕不替他編。不過主力這事兒別想當然，主教練奧爾蒂斯把話挑明了，他來了得跟現在的主力門將競爭。現在守門的是誰？一個19歲的小孩毛雷拉。原來的主力門將德保羅重傷報銷，小孩臨危受命頂上來，表現還真不賴。
俱樂部本來先去追一個烏拉圭门将，被阿根廷球队截了胡，這才轉頭簽的沃奇尼亞。所以他的處境是40歲報到第一天起就得跟一個歲數能當他兒子的搶飯碗。反對的聲音也不小，智利名宿布拉沃當過智利國家隊隊長的傳奇門將公開潑冷水，球隊好好領跑呢，年輕門將有潛力。這時候簽個40歲的圖啥？前科洛門將洛博斯批這筆簽約沒有長遠規劃，還有評論員乾脆說這是經濟利益優先，衝流量去的。主席莫薩也不裝，回應說這不只是營銷，他剛踢完一屆高水平的世界杯，競技狀態擺在那兒，當然他能把俱樂部推到全世界的聚光燈底下，這個我們也想要。官宣那2天，科洛的社交賬號漲了7萬粉。最後說個哭笑不得的細節，智利聯賽有規定，球衣背後只能印球員父姓或者母姓，不许印綽號。也就是說，沃奇尼亞這個全球2900萬人認識的名字，印不上球衣，除非俱樂部去足協申請特批，不然他背後得印本名若西莫尔或者迪亚斯。真硬印，按規程球员要吃行政黄牌，俱樂部還得挨罚款，名气傳遍全世界。到了新东家，先得改回大名，重新做人。你说逗不逗？那这份新工作含金量到底多高啊？咱把秤摆出来称称。先看科洛什么级別？智利歷史上最成功的俱樂部，34次聯賽冠軍，1991年還拿過南美解放者杯。解放者杯你就理解成南美版的歐冠，南美俱樂部能摸到的最高榮譽。到今天，智利只有這一家拿過。主場紀念碑球場能裝4萬多人，聖地亞哥的地標擱智利，這就是皇馬巴薩級別的存在。再看眼下的成色，智利聯賽踢了16輪，科洛39分領跑，第2名是2支球隊並列，都是27分，被甩開12分。12分什麼概念？後面的得連贏4場，還得指着他自己連着翻車才有得追。冠軍的半隻腳已經踩進門裡了，可另一半也得老實講，這支隊今年一整年沒有任何洲際比賽可踢，去年聯賽沒進前2名，南美賽場的門票一張沒撈着，所以科洛今年的任務清清楚楚就一件事兒，守住聯賽冠軍，至少保前2名，換一張2027年解放者杯的入場券。沃奇尼亞這份合同，不管半年版還是1年半版，幹的就是這份活。最後橫向比一比，論聯賽檔次，從普乙跳到智利聯賽，談不上鯉魚跳龍門，兩邊半斤8兩。但換個算法就不一樣了，1個月前他是個沒有球隊要的自由身，現在他是領頭羊球隊的門將人選，月薪翻倍，主場幾萬人。從沒工作到有份好工作，這一步是實打實的。不過也先別急着喊人生贏家，40歲短約位置得跟19歲的搶。本地名宿排着隊潑冷水，機會是真的，坎兒也是真的，這才是這份更好的新工作的全貌。故事撈到這兒，後面盯了什麼？3個看點。第一，他到底哪天能落地？手續辦完，飛到聖地亞哥體檢亮相，哪天你刷到他站在紀念碑球场中圈，舉着1號球衣拍照，就說明這事兒徹底妥了。一個40歲的門將被一摞手續攔在上班路上，這畫面本身就夠寫一集的。第二，首秀，他能不能從19歲的毛雷拉手裡把主力位置真搶下來？主教練明說了要競爭，這不是走過場。40歲的經驗對19歲的衝勁兒，接下來幾個月智利聯賽最有意思的一檔戲就是他。第三，收官，科洛能不能把12分的優勢守到最後，拿下队史第35個聯賽冠軍，順手把27年解放者杯的門票揣進兜裡。他要真坐穩主力，這裡頭每一場都是他的。一句話收，世界杯給了他2900萬粉絲，可這份工作是他一場一場一個球自己撲回來。照例留個題，評論區聊聊40歲的沃奇尼亞在智利，你丫哪種結局 ？A. 穩坐主力，把19歲的按在替補席上 ；B. 輪換替補，世界杯就是他職業生涯的頂點 ；C. 踢半年就走，下一站是更大的聯賽。選好了，把字母打在評論區，我置頂幫大夥統計。這期要是聽明白了，訂閱點一下，別回頭找不着老馬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